如果全球平均气温再升高3-4摄氏度，今天我们熟悉的亚马逊河、奥里诺克湿地，所有浑浊温暖的水下世界，会不会重新孕育出体长14米、体重超过1吨的史前巨蟒？很多人第一反应是不可能，觉得这是科幻电影编出来吓人的桥段，现实里怎么可能有这么大的蛇？可你不知道的是，早在6000万年前，这种生物真真切切地统治过地球的热带水域。它没有天敌，能在几十秒内搅碎当时生态圈里几乎所有的大型生物。它的诞生是环境的奇迹，它的灭亡也只因为环境轻轻动了一下。今天我们就顺着考古发现的每一条线索，像破案一样，一层一层拨开这个史前巨兽的全部真相。我们会聊清楚，大自然到底是怎么造出这种活着的河流噩梦，为什么说它的体型本身就是一把测量远古温度的活尺子，以及为什么我会说它的故事从来都不是遥远的历史，而是给现在的我们敲的一记震耳欲聋的警钟。我查了很多原始的考古论文和研究报告，里面的很多细节比纪录片里演的还要震撼。接下来的内容可能会颠覆你对蛇类的所有认知。故事的起点在哥伦比亚北部的塞雷翁煤矿。熟悉地质的人可能知道，塞雷翁煤矿是全世界10大露天煤矿之一，煤层厚度大，开采深度深，而它底下的地层刚好完整保存了古新石时期的热带森林生态。几千万年的地质运动把整片远古森林压成了煤层，也把当时生活在这里的生物封存在了地层里，变成了化石。因为煤矿开采时逐层往下挖的，地层的年代清晰可辨，所以古生物学家一直很关注这里，经常跟着开采进度在新暴露的地层里找化石。2009年的时候，一支联合考古团队在这里作业，一开始的收获都在预期之内，各种远古植物的叶片化石、鱼类的骨骼碎片，还有一些大型爬行动物的骨头。那些粗壮厚重的骨骼碎片刚挖出来的时候，所有人的第一反应都是，这是某种史前巨鳄的遗骸。这个判断太符合常识了，在爬行动物里能长出这么粗重骨骼的也就只有鳄类了。当时的热带水域有巨型鳄鱼是所有人的共识，没人会往蛇的身上想，毕竟现存最大的蛇骨骼也就那么点大，和这些碎片根本不是一个量级的。挖掘工作就按这个判断继续推进，直到一块不起眼的小碎片被清理出来。那是一节完整的椎骨，不大，但细节特别清晰。考古队里专门研究蛇类的学者一眼就看出了不对劲，这节椎骨的关节结构、椎体的形状，还有两侧的肌肉附着凸起，全都是蛇类独有的特征，和鳄类的椎骨有本质的区别。整个营地当时就安静了。如果这是蛇的椎骨，那这条蛇的体型会恐怖到什么地步？没人敢下结论，因为这个猜想太颠覆认知了，超出了当时所有的学术记录。考古队立刻调整了挖掘方案，在发现椎骨的区域扩大范围，小心翼翼地清理地层。煤矿里的化石埋在煤层和泥岩之间，又脆又软，稍微用力就会碎成渣，每一块碎片都得用小刷子一点点扫出来，再编号记录。随着挖掘范围越来越大，出土的椎骨也越来越多，一块、2块、10几块、几十块，全都是同一种蛇类的椎骨，而且每一块都大得离谱。我看过这些化石的照片，单拿一节成年泰坦巨蟒的椎骨，横向宽度和成年人的拳头差不多，厚度也赶得上手腕。你要是随手拿起一块，绝对猜不到这是蛇的骨头，第一反应肯定是某种大型哺乳动物或者鳄鱼的。后来团队
把能找到的所有骨骼碎片拼在一起，尝试还原这具骨架的整体轮廓。当完整的脊柱形态出现在所有人面前的时候，现场没人说话。这确实是一条蛇，一条大到离谱，远远超出人类已知所有蛇类生理极限的蛇。后来这个物种被正式命名为塞雷翁泰坦巨蟒，名字很直白，就是来自塞雷翁的巨型蚺蛇。可名字有多朴素，它给整个古生物学界带来的冲击就有多大。因为它的出现，直接推翻了很多之前关于蛇类体型极限的结论。所有人都不得不重新思考，生物的体型边界到底在哪里？环境到底能把物种的演化推到什么程度？可能光说数字，你很难直观感受到它到底有多大。我们今天就把所有数据拆解开，用你身边熟悉的东西做对比，好好感受一下这个史前巨兽的量级。首先是体长，根据椎骨的尺寸，科学家结合现代蟒蛇和水蚺的身体比例，建立了推算模型，最终得出的结论是，成年泰坦巨蟒的体长范围在12到14米之间。14米是什么概念？普通的家用小轿车长度大概4米多一点，泰坦巨蟒伸直了，顶得上3辆轿车首尾连在一起。城市里的居民楼一层大概3米高，它从楼底伸直身体，脑袋能直接探到4楼的窗户边。现在陆地上最高的动物是长颈鹿，成年雄性长颈鹿也就5到6米高，2头长颈鹿叠起来都没一条泰坦巨蟒长。然后是体重，推算下来，成年个体的体重大约在1000到1200公斤，也就是1吨到1吨2。1吨是什么概念？现在野外能确认的最大绿水蚺，体长大概8米出头，体重200到225公斤，这已经是现代蛇类的体型天花板了。泰坦巨蟒的体重是它的4到5倍。换句话说，要4-5条成年的野生绿水蚺加在一起，才抵得上一条泰坦巨蟒的重量。换成我们更熟悉的参照物，一个普通成年男性的体重大概60到70公斤，一条泰坦巨蟒差不多等于16到17个成年男子的体重总和。要是和动物比，它的体重和一头成年的雌性水牛差不多。还有身体的粗细，按照比例推算，它身体最粗的地方直径能超过1米，比普通家用水桶还粗。你站在它旁边，可能还没它的身子高。我第一次看到这些推算数据的时候，第一反应是不相信，这不符合常识啊，蛇怎么可能长这么大？它不会被自己的体重压垮吗？这么大的体型，每天要吃多少东西才能养活？相信很多人听到这里都会有一样的疑问。别急，这些问题我们一个一个慢慢拆。我们先从大家最好奇也最有冲击力的话题说起，这么大的巨蟒，它捕猎的时候到底有多可怕？它的杀伤力到底在什么级别？聊蟒蛇捕猎，首先要纠正一个绝大多数人都有的认知误区。我相信很多人从小到大听到的说法都是，蟒蛇缠住猎物是把它憋死，也就是窒息死亡。猎物越挣扎，它缠得越紧，最后猎物喘不上气，活活憋死。不对，这个说法是错的，而且错得很彻底。随着近些年动物生理学的研究深入，科学家已经用实验实锤了，蚺类和蟒类的绞杀根本不是导致窒息，而是阻断血液循环。猎物的真正死因是循环系统崩溃，大脑急性缺氧，和窒息完全是两码事。我看过相关的实验记录，科学家在实验用的大鼠身上装了心率和血压传感器，然后让蟒蛇去绞杀。结果发现，蟒蛇一收紧，
大鼠的血压瞬间暴跌，心率直接紊乱，10几秒之内就失去了意识，而这个时候大鼠的呼吸还没有完全停止。换句话说，猎物是先昏死过去，之后才慢慢停止呼吸的。我给你打个更直白的比方，我们的血管就像遍布全身的水管，心脏是水泵，一直往管子里泵血，给各个器官送氧气和营养。蟒蛇的肌肉一收紧，相当于从外面把全身上下所有的水管都死死捏住，而且是均匀发力，越收越紧。心脏的力量根本对抗不了这种外部的压力，血液瞬间就流不动了。大脑是最依赖氧气的器官，几秒钟没有血液供氧就会失去意识，再过几分钟就会彻底脑死亡。这种猎杀方式比窒息高效得多，也残忍得多。猎物根本没有长时间挣扎的机会，10几秒就昏过去了，甚至都感受不到太多痛苦。对猎手来说，这也能避免猎物挣扎带来的体力消耗，是演化出来的顶级捕猎策略。那回到泰坦巨蟒身上，它的绞杀力到底有多强？科学家根据它的肌肉量、躯干粗细，结合现代人类的绞杀压力数据做了测算，结果是泰坦巨蟒的绞杀压力超过每平方厘米2758千帕，也就是每平方英寸400磅。这个数字可能还是没概念，我们换个说法，你可以想象一下，一头2吨重的成年河马把它的一只脚精准地踩在你的胸口上，而且不是踩一下就抬起来，是死死压住，力量还在持续增加。就是这种感觉，这种级别的压力压在普通动物身上，肋骨会瞬间全部折断，胸腔直接塌陷，心脏根本跳不动，连血管都能被压迫。别说当时的鱼类、龟类，就算是2-3米长的远古鳄鱼被它缠住，几十秒之内也会彻底失去生命体征。而且它的嘴张开的角度极大，蛇类的上下颌不是固定死的，是靠韧带连接的，能脱臼一样张开很大的角度，最大能到130度以上。按照泰坦巨蟒的头部尺寸，它张开嘴能轻松吞下直径几十厘米的猎物，一头半大的鳄鱼整只吞下去完全没问题。在它生存的那个时代，它就是水域里绝对的死亡收割机，只要被它盯上，没有任何生物能逃掉。说到这儿，核心的问题就来了，为什么偏偏是那个时代，偏偏是那个地方能长出这么夸张的巨蟒？难道远古的生物都随便长个子吗？当然不是，所有极端的生命形态都是环境精准塑造的结果。而泰坦巨蟒最特别的地方在于，它不只是一个远古物种，更是一把活着的温度计，它的体型直接写着远古地球的温度密码。要讲清楚这个问题，我们得先聊明白变温动物到底是怎么回事。很多人管蛇叫冷血动物，这个说法其实不太准确，容易让人误会它们的血天生就是凉的。其实更准确的说法是变温动物，它们自身没有完善的体温调节机制，体温几乎完全跟着外界环境走。外界温度高，它们的体温就高；外界温度低，它们的体温就低。我经常用一个比喻来解释这个区别：恒温动物，比如我们人类，还有狮子、老虎、鸟类，就像自带电池和散热系统的笔记本电脑，我们自己能产热也能散热，体温一直稳定在37度左右，性能很稳定。但代价是耗电快，我们每天要吃3顿饭，不停补充能量，才能维持体温和代谢。而变温动物，比如蛇、蜥蜴、乌龟，就像没有电池的台式机，它们自己不产热，全靠外界电源供电，外界的温度就是那个电源。温度够高，机器就能满功率运转，
反应快，消化快，行动灵活。温度不够，直接就卡顿、死机，甚至要关机冬眠。这个比喻你要是听懂了，就能明白温度对蛇来说到底有多重要。那我们顺着这个逻辑往下推，如果外界的温度一直很高，全年都稳定在很高的水平，对蛇来说意味着什么？意味着它一年365天，一天24小时，几乎都处在满功率状态，不用冬眠，不用等晒太阳升温，吃完东西很快就能消化完，很快就会饿，然后继续捕猎。吃得多，能量足，生长自然就快，体型的上限也就更高。这就是泰坦巨蟒能长这么大的核心原因之一，它生活的那个时代太热了。科学家结合古气候模型，还有泰坦巨蟒的体型数据反推，古新世的热带区域全年平均气温能达到30到34摄氏度。你可能对这个数字没概念，我们拿现在的亚马逊雨林对比一下。现在的亚马逊雨林已经是地球上最热、最湿润的地区之一了，它的全年平均气温也就26到28摄氏度，差了4到6度。就是这区几度的差距，硬生生把蛇类的体型上限从8米拉到了14米，把体重从200公斤拉到了1吨。这里还有个特别反常识的知识点，我之前专门查过演化生物学的资料，觉得很有意思，今天也分享给大家。我们上学的时候可能听过伯格曼法则，说对于恒温动物来说，越冷的地方个体的体型越大。比如东北虎比华南虎大，北极熊比棕熊大。因为体型越大，相对表面积越小，散热越慢，越容易在寒冷的地方保暖。很多人就把这个法则套到所有动物身上，觉得越冷的地方动物越大，远古冰期的动物都特别大。但你要知道，伯格曼法则只适用于恒温动物，对变温动物来说，规律刚好是反过来的。对蛇、蜥蜴这种变温动物来说，温度就是能量，越热的地方，能量越充足，它们才能长得越大。寒冷的地方，连活下来都费劲，更别说长大体型了。所以泰坦巨蟒的巨型体型根本不是什么演化的偶然，也不是什么基因突变的怪物，它是那个高温时代的必然产物。地球给足了热量，它就能把自己的生长极限推到最高。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，古生物学家才会说泰坦巨蟒是活体古温度计。因为蛇类的最大体型和环境温度之间有非常明确的对应关系，我们通过化石算出它的体型，就能反过来推算出它生存那个年代的平均气温。这个方法已经成了古气候研究里很重要的一个参考手段。很多人可能会好奇，古新世为什么会这么热？其实和当时的大气成分有关。恐龙灭绝后的几百万年里，地球的火山活动依然频繁，大量的二氧化碳被释放到大气里，温室效应持续增强，整个地球就像一个闷着的暖房，全球温度一路走高。那是爬行动物的黄金年代，温度就是它们最充沛的燃料。但话说回来，光有高温还不够，这么1吨重的躯体，就算代谢跟得上，物理层面也扛不住。你想啊，1吨重的肉全靠肌肉和骨头撑着，放在陆地上根本没法正常活动。真正拖住这个庞然大物，让它能活下来的是水。我见过很多人讨论泰坦巨蟒，都喜欢说它是史前陆地巨兽，其实这个说法是错的。泰坦巨蟒根本不是陆生生物，它是高度水栖的，它一辈子的绝大多数时间都待在水里。不是它喜欢水，是离开了水，它根本活不下去。水对它来说有3个无可替代的核心作用，少了任何一个，它都长不到这么大。第一个作用，
也是最基础的浮力承重。我们先想一个问题，为什么海里能长出蓝鲸这种30多米、100多吨的超级巨兽，陆地上最大的动物也就10几吨？核心原因就是浮力。水的浮力能抵消掉生物的大部分体重，让骨骼和肌肉不用承受全部的重量，体型才能往极致了长。泰坦巨蟒也是一样的道理。蛇类的体重虽然是均匀分布在躯干上，不像我们人类全压在腿上，压力分散了很多，但1吨的体重就算分散开，对肌肉和骨骼的压力还是非常大的。在陆地上爬行，全身都贴在地面上，每往前挪1米都要克服巨大的摩擦力，肌肉要超负荷运作。可一进到水里，一切都不一样了。浮力会卸掉它大半的体重，原本压的肌肉发酸的重量一下子就轻了很多。就像你在游泳池里能轻松抱起一个100多斤的朋友，在岸上却很费劲一样。而且蛇的身体是修长的流线型，在水里靠躯干的波浪摆动往前游，阻力特别小，能量消耗比陆地爬行低得多。有研究数据显示，蛇类在水中游动的能量消耗只有陆地爬行的1/3不到。对泰坦巨蟒这种能量需求极高的巨型生物来说，这点太重要了。要是在陆地上生活，捕猎一次消耗的能量，可能吃1顿饭都补不回来，根本不可能长这么大。这是水的第一个作用，拖住它的身体，让它的巨型体型成为可能。第二个作用，稳定体温。我们刚才说了，泰坦巨蟒是变温动物，稳定的温度对它至关重要。但空气的温度是很不稳定的，白天太阳晒着就热，晚上没太阳就凉，昼夜温差可能有好几度。对小型蛇类来说，这点温差不算什么，晒晒太阳就能升温，躲到阴凉处就能降温。但对泰坦巨蟒这种巨型变温动物来说，问题就复杂了。体型越大的变温动物，热惰性就越强。简单说就是体温升得慢，降得也慢。白天太阳晒半天，体内的温度才慢慢升上来，晚上气温降了，体内的热量也要很久才能散出去。如果昼夜温差太大，就会出现很尴尬的情况，白天体温刚升上来，还没活跃多久，天就黑了，体温又开始掉。一天里没几个小时是满功率状态，捕猎和消化都受影响。但水体就完美解决了这个问题。水的热容特别大，储热能力是空气的几千倍。热带湿地的大片水域就像一个巨大的恒温蓄电池，白天吸收热量，晚上慢慢释放，昼夜的水温波动特别小，可能也就1-2度。泰坦巨蟒待在水里，体温就能一直稳定在合适的区间，不用担心里边温差大，消化一半停住了，也不用担心体温太低，捕猎的时候没力气。稳定的水温就是它代谢系统的基本盘。第三个作用，也是它作为顶级猎手的灵魂，天然伪装。泰坦巨蟒不是追击型猎手，它是伏击型的。这么大的体型，追猎物太费能量了，根本不划算。所以它的捕猎策略就是藏起来，等猎物靠近，然后一击必杀。而浑浊的水体就是最好的隐身衣。古新市的热带湿地水域，不是现在景区里清澈的湖水，里面裹挟着大量的泥沙、腐殖质，水体发黄发浑，能见度特别低，可能水面往下几十厘米就什么都看不清了。泰坦巨蟒就趴在水底的泥沙里，只露出眼睛和鼻孔，或者干脆把整个身体藏在浑浊的水里，和周围的环境完全融为一体。猎物在水边喝水或者在水里游动，根本发现不了它的存在。它就这么静静地等着，1小时、2小时，甚至半天。
只要猎物进入攻击范围，它就会瞬间弹出去。蛇类的攻击速度本来就是毫秒级的，人类的肉眼根本反应不过来，再加上水体的推力，泰坦巨蟒虽然体型巨大，但攻击的爆发速度依然极快。巨大的身躯从水里窜出来，一口咬住猎物，粗壮的躯干立刻缠上去。整个攻击过程可能也就几秒钟，猎物甚至都没反应过来发生了什么，就已经被缠住了。这种伏击的突然性，加上毁灭性的绞杀力，让它成了当时水域里无解的存在。在同一地层里，古生物学家还发现了很多其他生物的化石，比如体型巨大的玫瑰，还有2米多长的鳃雷翁鳄。这些在当时都是食物链上层的生物，可在泰坦巨蟒的领地里，它们全都是捕猎目标。你看，浮力解决了体重问题，水温解决了代谢问题，浑水解决了捕猎问题。水就是泰坦巨蟒的一切，是它整个生存体系的基石。也正因为如此，它的弱点也格外致命，它太依赖这种完美的水环境了。环境只要稍微变一点，水位降一点，温度低一点，它的整个生存体系就会像多米诺骨牌一样彻底崩塌。接下来我们聊整个故事里最让人唏嘘的部分。这么强的顶级掠食者站在食物链最顶端，没有任何天敌，它到底是怎么灭绝的？答案说出来，很多人可能会觉得不可思议。杀死泰坦巨蟒的不是陨石撞击，不是火山爆发，不是什么惊天动地的大灾难，只是地球的气温下降了几度而已。我们先把当时的时代背景说清楚。泰坦巨蟒生活在距今5800万到6000万年前的古新世晚期，恐龙灭绝是在6600万年前，也就是说，恐龙灭绝之后过了几百万年，地球的生态慢慢恢复，泰坦巨蟒就成了新世界的顶级掠食者。那个时候的地球比现在热得多，全球平均气温比现在高6到8摄氏度，热带地区全年都是30多度的高温，空气湿度几乎饱和，到处都是大片的热带雨林和湿地沼泽。那是变温动物的黄金时代，温度够高，食物够多，水域够大，一切都完美的像量身定做。可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。古新世过去之后，地球开始进入一个持续的降温阶段。导致降温的原因有很多，大气里的二氧化碳浓度慢慢下降，温室效应减弱，全球的洋流格局发生了变化，热量的输送不一样了，大陆板块持续漂移，海陆分布改变，也影响了全球的气候。原因很复杂，但结果很简单，全球平均气温一点点地降了下来，就降了几度。可就是这几度，给泰坦巨蟒带来了灭顶之灾。我们顺着逻辑一层一层推，你就明白为什么几度的温差能杀死1吨重的巨兽。首先受到冲击的是它的代谢系统，气温下降，水温跟着降，泰坦巨蟒的体温也随之降低，体内的生化反应速度直接变慢，最直观的影响就是消化效率暴跌。之前30多度的水温下，它吃一顿大餐，比如一条大鱼或者一只鳄鱼，可能3-5天就消化完了，休息2天就能进行下一次捕猎。能量周转很快，完全能支撑巨大的体型。可水温降到26、27度之后呢？消化时间直接翻倍，甚至可能要10几天才能消化完。这意味着什么？意味着它2次捕猎之间的间隔被拉得特别长，大半个月才能吃一顿饭。这么大的躯体，每天的基础代谢消耗是很高的，长时间空腹，身体就会慢慢消耗自身的肌肉和脂肪，越来越虚弱。捕猎能力下降，就更抓不到猎物，陷入恶性循环。
这还只是第一个打击。第二个打击是栖息地的萎缩。气温下降的同时，全球的降水格局也在变。原本湿润的热带地区慢慢变得干燥，大片的湿地沼泽开始干涸，水域面积越来越小，水位越来越低。水少了，浮力的作用就弱了。以前水深的地方它能轻松游动，现在水浅了，身体都泡不进去，活动起来越来越费劲。更要命的是，猎物也在消失。泰坦巨蟒的主食是当时的巨型鱼类、大型龟类，还有远古鳄类。这些动物同样依赖温暖的湿地环境。环境变了，水温降了，它们的生存也受影响，数量越来越少，很多物种干脆就灭绝了。猎物没了，就算泰坦巨蟒还能捕猎，也没东西可抓了。第三个打击也是最根本的，它的特化程度太高了。什么叫特化？就是一个物种为了适应某一种特定的环境，把自己的身体结构、生活习性演化到了极致，完美适配这个环境。但代价就是换个环境它就活不了。泰坦巨蟒就是高度特化的物种，它的一切都是为高温湿地量身定做的。巨大的体型适合高温环境，流线型的身体适合水里游动，伏击的习性适合浑浊水域。它把所有的演化点数都点在了适配古新石湿地这一项上，没有留任何后手。所以当环境一变，温度降了，水少了，猎物没了，它连调整的余地都没有。不是它不想适应，是它的身体结构已经定死了，几代、几十代的时间根本不足以让它从1吨的体型缩回来，也不足以让它从水栖改成陆生。最让人感慨的就是这一点，它不是不够强，也不是适应能力差，是整个环境的变化彻底超出了它的耐受极限。它是那个时代的完美产物，时代没了，它也就跟着没了。这里还有个很有意思的细节，后来到了5600万年前的古新石是新石极热事件，全球气温又突然飙升，比古新石还要热。但那个时候泰坦巨蟒已经灭绝了，而且再也没有出现过类似体型的巨蟒。为什么温度又升上去了，却长不出泰坦巨蟒了？因为生态系统是个复杂的整体，不是光有温度就够的。之前的湿地环境没了，猎物的种类变了，整个食物链都洗牌了，缺了任何一个条件，都凑不出能孕育泰坦巨蟒的环境。这也是我觉得最值得深思的地方。毁掉一个生态容易，可想要再重建回来，几乎不可能。其实在生物演化史上，这是一个特别普遍的规律，越是站在食物链顶端，越是高度特化的物种，抗风险能力就越差。环境一有风吹草动，它们永远是第一批灭绝的。你想啊，站得越高，摔得越重，依赖的东西越多，失去的时候就越致命。泰坦巨蟒赢了所有的竞争对手，站在了生态的最顶端，最后却输给了地球的几度降温。没有悲壮的战斗，没有惨烈的灾难，就是安安静静的随着时代一起消失了。直到几千万年后，被人类从煤矿里挖出来，才重新被世人知道。聊完了过去，我们来开个脑洞。很多人都问过，如果泰坦巨蟒没有灭绝，一直活到了今天，我们的世界会变成什么样？这不是瞎想，我们完全可以顺着现在的生态规律做一个合理的推演。首先可以确定的第一件事，它会成为热带湿地生态里的绝对霸主，没有任何天敌。现在的亚马逊流域顶级掠食者有好几种，凯门鳄、绿水蚺、美洲豹，它们各有各的领地，各有各的猎物，维持着一种微妙的平衡。
但泰坦巨蟒一进来，这个平衡会被直接打碎。14米的体长，1吨的体重，对现在的这些掠食者来说完全是降维打击。凯门鳄也就2-3米长，在它面前跟个小蜥蜴没区别。绿水蚺最大也就8米，体重只有它的1/5，根本不是对手。它不用特意去捕杀其他掠食者，只要共享同一片栖息地，抢食物、抢晒点、抢产卵的地方，其他动物根本争不过它。慢慢的，其他大型掠食者的数量会越来越少，它会彻底坐稳食物链顶端的位置。然后第二件事，整个生态系统会发生连锁反应，也就是我们说的营养级联效应。什么叫营养级联效应？简单说就是食物链最顶层的物种变了，下面每一个营养级的物种数量和行为都会跟着变，像多米诺骨牌一样，一层传一层。泰坦巨蟒要生存需要大量的猎物，它会捕食大量的大型鱼类、龟类、鳄类，这些动物的数量会锐减。鱼少了，水里的浮游生物、水生植物就会因为缺少天敌而大量繁殖，水体的生态会变。鳄类少了，它们捕食的小型哺乳动物、水鸟的数量就会增加，岸边的生态也会变，甚至连植物都会受影响。食草动物多了，岸边的植物就会被吃掉更多，植物少了，土壤、昆虫、微生物都会跟着变。一整个生态系统会因为这一个物种的加入彻底重塑，而且它的存在会带来巨大的安全隐患。和狮子、狼这种追击型猎手不一样，泰坦巨蟒是伏击型的，它不会追着你跑，但是你根本不知道它藏在哪儿。浑浊的河水、茂密的水草、岸边的泥潭都可能是它的藏身之处。你走到河边喝水、洗手、划船，水面看起来安安静静的，可水下可能正有一双眼睛盯着你。等你感觉到动静的时候，已经进入它的攻击范围了。如果泰坦巨蟒真的存在，亚马逊沿岸的所有浑浊水域都会变成绝对的禁区，当地人不敢下河捕鱼，不敢坐船出行，甚至不敢靠近岸边。对依赖河流生存的原住民来说，这会是毁灭性的影响。但话说回来，就算它活到今天，它的分布范围也会非常非常小。原因很简单，现在的地球不够热。我们之前说过，现在亚马逊的全年平均气温也就26到28度，比古新世低了好几度。这个温度对泰坦巨蟒来说还是太低了，它的代谢会很慢，消化会很差，根本没法维持这么大的体型，所以它只能蜷缩在地球上最热、最稳定的那一小片热带区域，根本没法往温带扩散，更别说遍布全球了。温度就是它永远的紧箍咒，它能长多大，能活在哪儿，能活多久，从始至终都是温度说了算。说到这儿，可能有人会问，那现在全球变暖，温度慢慢升上去，会不会再过个几千年又出现泰坦巨蟒这么大的蛇？我个人的看法是，不会那么快，也不会完全一样，但体型变大的趋势是有可能的。演化是个缓慢的过程，要从现在的8米长到14米，需要非常漫长的时间，也需要配套的生态环境。但如果全球持续变暖，热带区域的蛇类体型上限确实会慢慢提高。这不是什么科幻猜想，是符合演化规律的。而这恰恰是最值得我们警惕的地方。泰坦巨蟒本身不可怕，可怕的是能孕育出泰坦巨蟒的环境变化。说到这儿，整个泰坦巨蟒的故事基本就讲完了。但我今天花这么久聊它，从来都不是为了给大家讲一个猎奇的史前怪物故事。我查资料的时候，看着那些化石的照片，看着科学家推算的数据，
心里一直在想一个问题：我们研究古生物，到底是在研究什么？是为了知道以前有过什么奇怪的动物吗？是为了惊叹一句哇，以前还有这么大的蛇吗？我觉得不是。我们研究远古的生物，研究它们的诞生和灭亡，其实是在照镜子，照的是我们现在的世界，照的是我们人类自己的未来。泰坦巨蟒的故事从头到尾讲的其实就是一件事：环境的力量。大自然从来不会凭空造出怪物，所有的极致体型，所有的顶级猎手都是环境孕育出来的。环境给你温度，给你食物，给你栖息地，你就能长成一代霸主。环境稍微变一下，温度降几度，谁少一点，再强的霸主也只能灰飞烟灭。我们总说人类是地球的主宰，我们能填海造陆，能改变河流，能发明各种各样的科技，好像我们已经跳出了自然的规则。可真的是这样吗？泰坦巨蟒当年也是他那个时代的主宰，没有任何生物能挑战他的地位。可地球只是轻轻降了几度温，它就彻底消失了，连一点痕迹都差点没留下来。在环境的力量面前，再强的物种都很渺小。现在我们天天在说全球变暖，说气温上升了1度，说要争取把升温控制在1.5度以内。很多人觉得不就是0点几度吗？有什么大不了的？可你看看泰坦巨蟒的历史就知道，几度的温差足以孕育一个全新的生态时代，也足以毁灭一整个物种类群。0点几度的变化放在人类身上可能只是热一点冷一点，放在整个自然界就是翻天覆地的连锁反应。冰川融化，海平面上升，物种灭绝，极端天气增加，这些都不是危言耸听，是正在发生的事。泰坦巨蟒从来都不是一个遥远的传说，它是地球留给我们的一个标本，一个警示。它告诉我们，生物的极限从来都不是基因写死的，是环境决定的。当地球的温度回到那个临界点，大自然随时都可能重新孕育出这样的巨型生物。而更值得我们思考的是，当环境再次发生剧烈变化的时候，我们人类能不能扛得住？我们总觉得灾难离我们很远，觉得史前的故事和我们无关。可其实，我们现在正在经历的每一次升温，每一次极端天气，每一个物种的灭绝，都是在书写新的历史。大自然从来不会迁就任何物种，它只讲规则，不讲情面。能适应规则的活下去，不能适应的就只能变成地层里的化石，等着几百万年后的下一批智慧生物挖出来，惊叹一句：原来以前还有这样的生物。我想，没人希望我们人类成为下一个被惊叹的对象。我们总说要保护地球，其实地球根本不需要我们保护。地球存在了46亿年，什么大风大浪没见过？温度高过，也低过，物种大灭绝过5次，每次之后又会诞生新的生命。真正需要保护的是我们自己，是我们赖以生存的这个环境，是适合我们生存的这个温度区间，是我们现在拥有的这个生机勃勃的世界。泰坦巨蟒的时代已经过去了，但它留下的教训永远都不过时。希望我们都能记住这个史前巨兽的故事，不是记住它的可怕，而是记住它背后的道理。敬畏自然，就是敬畏我们自己的未来。